其实我觉得顾凯雷不仅讲道义，还挺有人情味儿的。最主要是他特别聪明，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错能改。你想啊，他要是省着200万，那他就失去了员工的心，那就太得不偿失了。他现在把他们公司明年的业务交给我们做，那他的员工肯定会想，哎呀，我们的老板还是那个手持本心、充满正义感的老板。我们要为他卖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一来，他可不是多付了200万，他赢的可是员工们的心呀！他多精明啊！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那真得恭喜你，同喜同喜。但是我重合同讲信誉，多出的这10万我还是不能收。你接着让我把话说完啊！这10万块钱算是我的拜师费，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的收我为你的学生吧。我知道你特别贵，这点钱可能真的有点少，但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片心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勉强收下这10万块钱。必须的。但是话要说清楚，跟着我就必须好好学，不然我随时开除你的学籍。还有，我先给你定3个月的试用期。等等，怎么当学生还有试用期啊？如果你有意见，那我再减1个月。没意见，就3个月。魏哲老师，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正式的、诚心诚意的邀请你做我的合伙人。我答应你。你说什么？我们以前就说好了，如果你把 New Face 这一单干成了，我就考虑做你的合伙人。这次你干得很漂亮，所以我答应你。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太激动了。魏哲老师，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慢慢你就知道了。魏哲同意加入 DL 了，没看出来啊，魏哲喜欢江达林那一款。我想知道，在你们男人眼里，江达林算哪一款呢？怎么说呢？有时候一副萌妹子的样子，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始终那么无辜的看着你。对于很多男人来讲，还是很有杀伤力的。那是你吧？我喜欢成熟型。去你的！魏哲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不婚主义者，以他的个性，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前途。 Stella， 大学刚毕业就进了 DL， 从姜远鹏的助手做起，一直到成为管理合伙人兼 CFO， 为 DL 的发展壮大立下汗马功劳。为人极其理性，决断力和行动力极强。逼宫的就是他。没错，可惜李月如棋高一筹，他没能得逞。另外有传言说，就是他举报的姜远鹏，不过都是口血来风，没有证据。魏哲上次直播就是针对姜总的，而这次又是姜总把魏哲请到了 DL， 你说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我研究过魏哲经手的几个 case， 他的特点就是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牌。如果他真的想进 DL， 设一个局让江达林钻进来，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他上次直播就是故意碰瓷了。现在看来碰瓷成功了。私生活方面 ，Stella 7年前通过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富悦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崔英俊。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个崔英俊业务量的90%都靠 DL， 干事业双商爆棚，谈恋爱一团浆糊。很多出色女性都这样，我很理解她，你理解他？因为我的双商也很高。魏哲手上有很多客户，就连铃铛网也是他的，他能来我们 DL 固然是好事。我们 DL 之前擅长的是营销传播，危机公关这一块是我们的短板。魏哲的到来会让我们双方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舒晴，你的校友，2年前加入 DL， 在成功的完成2单营销案后，迅速成了合伙人。因为升得太快，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有猫腻。但我看了一下他做过的策划案，确实在策划上有一手，有想法、有创意，擅长以柔克刚。私生活方面，还有个2岁的儿子，但谁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单亲妈妈 ，DL 这几个女的还真是各有特色。光铃铛网这一家，每年在公关费用上就有4000万的业务量，再加上其他客户，魏哲每年就会给我们带来6000万的业务。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们都高兴得太早了？他那么精明的人，会不会让我们占便宜？杜威廉因为手上有地龙珠宝这个大客户，被当时想拓展奢侈品业务的江远鹏挖角进了 DL， 擅长营销。之前有个金融界的女朋友，背景很强，他借此拿到不少客户。难能可贵的是，分手以后他还能把这些客户留在手里。女朋友常换常新，和你差不多。跟我差远了，我又没女朋友。就怕他狮子大开口，开出天价。我们江总屁都不懂，照单全收。就冲着铃铛网一个客户，多大的代价都应该请他。只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他是为了江达林而来的，而他们2个是什么关系，我还不清楚。以上就是 DL 几个合伙人的全部情况。老大，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要加入 DL 吗？是的，因为 DL 美女如云，适合我。能拿下 New Face 的年单，我还能说江总是歪打正着。但是能把魏哲请到 DL， 那我还真是对他的能力要刮目相看了。公关界有句行话，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他独来独往惯了，拒绝用助理。这女孩就每天去到工作室，准时准点，不说话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等着他，执着。还有一次啊，他想喝咖啡，可刚好那天下大雨，一直都没人接单，他就气得在办公室里骂，让门口这女孩听见了。结果过了没一会儿，这女孩拎着练咖啡就进来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但咖啡是热的，感动。不至于吧？为了当个助理要这么惨吗？那得看是给谁当助理。魏哲是公关圈有名的金牌王老五，我是银牌。我猜这女的肯定不漂亮，不然何必用苦肉计？漂亮也得愿意付出才行。银牌的肯定没人愿意付出。不好意思，让一下。路易斯，早啊。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你刚说的咖啡的故事是真的，其余都是编的。你叫艾米是吧？我记住你了。确实没有漂亮。Hello，魏哲老师，今天10点半合伙人会议，你该不会是忘了吧？合伙人会议我记得呀，我现在就在路上呢。就是有点堵啊，要不你们先开吧？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的。你别着急，慢慢来哈。还需要多长时间啊？哎呀，这可不好说啊，我这前面出了交通事故。警车都来了。你到底在哪？哪来的牛啊？老大，这边请。走。魏总早。我知道你叫艾米。老大，看看满不满意？
我特意提出来的，你的办公室必须是整个 DL 最大的，还要无敌江景房。老大，我跟你说，只要你这些奖杯一摆出来，整层楼都被你给镇住了。你注意到没有？你刚进来的时候，那几个女孩看你，眼睛都好像长在你身上似的。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背景音给换了？你说什么？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背景音给换了？不好意思，我上个月换的。为什么会有牛叫啊？不可能，我用的都是国际大都市交通素材。那你告诉我是哪个国际大都市啊？印度吗？不好意思，我上个月刚去过孟买。魏总好，江总说请你马上去一趟会议室。谢谢，我知道了。走。开会的人呢？你今天前面出车祸了，是辆牛车呀？啊？啊？我怎么还听到有英文？是印度乡下吧？啊？别跟我啊的，你当我是傻子呀？第一天开合伙人会议你就迟到，故意的吧？你这是给我要下马威啊？不是给你下马威，是给他们。你怎么在这儿办公啊？我办公室装修呢，他们说这是暂时的，我们可是把最好的办公室都给你了。你办公室什么时候装好啊？不知道，他们说快了。你去哪儿啊？把你们行政主管叫过来。魏总怎么了？我没说清楚吗？把你们的行政主管叫过来。稍等一下，快点儿！怎么了？杜总，魏总正好找你有事儿。魏总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什么事儿？行政你负责啊？对。那我得谢谢你们啊，给我安排了这么大、这么豪华的办公室。魏总太客气了。我不是客气，我还得麻烦你们，赶紧给我找2个人，把我的东西从我的办公室搬到会议室。从今以后，我在会议室办公。怎么，魏总对自己的新办公室不满意吗？非常的满意，满意的我都不敢用了。那什么意思啊？一个公司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应该是总裁办公室。总裁是一个公司的代表，总裁办公室是一个公司的门面。你们把江总安排到会议室办公，让外人怎么看呀？你说将来我要是带着客户来公司了，人家要见江总，我带着人家去会议室见江总。你们 DL 丢得起这个脸，我魏哲真的丢不起。你误会了，江总的新办公室正在装修，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暂时是多久啊？1天2天，1年2年？这样吧，什么时候江总去到他办公室办公了，我再来上班。一个公司连自己的总裁都不懂得尊重，我真的非常的担心，这个公司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好看吗？不要画。哎，对了，老婆，那个我给你请个假啊，今天晚上我要加班，我得晚点回家。太露了，你是不是不喜欢呢？喜欢啊，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我们同事看见你了。啊，是吗？嗯。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让你请客吃饭。小事一桩，随他们挑。菲菲，走啦。你说说，你赶早班机，昨天晚上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这什么准备都没有。这样挺好的。什么时候过来？不一定，看情况，1、2天或者3、4天。今天呢，汤尼说准备给我升一升，让我当销售副总监。恭喜啊！嗨，你现在说恭喜还有点太早了，没有老婆的帮忙，我这怎么当啊？我这不也是想努努力，给你争口气吗？那个最近所有酒店
都在订夏季的会议用房，你们那儿的客户有没有什么活动啊？哎，都轻拿轻放啊，这东西都不便宜呢。啊，哎，江总，辛苦了啊，辛苦了。江总，这些照片都是老江总办公室原本就有的，我想你会喜欢，所以还给你摆在这儿。谢谢。江总，你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随时可以调整。特别满意，非常好，谢谢了。还得跟你解释一下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之前让你在会议室办公啊，那个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看这办公室重新装修，所有家具都是重新定制的，确实需要时间嘛。还得放放味儿呢，对吧？对。谢谢谢谢，好啊，辛苦了哈。江总好。谢谢你啊，你看你一来，我马上就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了。所以呢，以后可就得仰仗你了。不客气，赶紧通知他们开会吧。开什么会啊？欢迎我呀！差点忘了。大家好，今天开这个会议呢，是为了欢迎魏哲老师正式的加入我们 DL， 成为我们的合伙人。以后呢，公司的危机公关业务就由他来负责了。大家欢迎。魏总真是名不虚传啊，人还没来就帮我们 DL 搞定了 New Face 这样的大单，这个见面礼可真够厚的。New Face 是江总的客户，能拿下这单也是江总的功劳。我也是通过这件事才认识的江总，最后才下定决心加入 DL 的。说到见面礼，我可没有杜总威武啊。我听说当时你是带着你前女友送你的地龙珠宝的业务进的 DL， 在业内可是传为了佳话。我又听说最近杜总和微科腕表的千金走得很近，是不是我们 DL 要有新的客户了？魏总功课做的倒是挺足啊，怎么，你还对我的私生活那么感兴趣啊？我是很关心你的。魏总，欢迎你加入 DL， 老校友终于成了合伙人。必须成为合伙人，当朋友总比当敌人强吧？是吧，师姐？魏总，危机公关一直是我们公司的短板，你的加入将使我们公司如虎添翼。当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合伙人能够摒弃杂念，精诚团结。毕竟这个时候是公司最艰难的时刻。我从来没有杂念，难道你们都有吗？魏总很幽默嘛，还行吧。不过我更加喜欢坦率直接。好了，欢迎仪式到此结束。江总，我们是不是应该开会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毕竟今年的目标业绩还有3000万的缺口。啊，那我们讨论吧。新来的，咱反正一个人晾那儿啊。女的，还是你去联络感情吧啊！你们俩，欢迎你们加入 DL， 谢谢。你老大呢？这种场合怎么找得到他呀？哪美女多上哪找，准在。哎，别乱碰。我这每一格都代表着特别的意义。真的吗？有什么意义呀？重大意义。你是单身吗？怎么啦？不是单身还不能和你聊天吗？我不是这意思，我是单身。OK。
我这手环上的每一格，都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重要的女人吧，是不是你刻在哪一格上，就代表你今天的思念谁？你太聪明了。那我要数数看，有几个女人？你也不问我是不是只有一个手环。在这种场合遇到问你是不是单身的人，多留个心眼。这种人大多动机不纯，有经验啊！你有没有在酒吧被人搭讪过呀？没有，来这种地方比较少。怎么，你被人搭讪过？那倒没有，我倒是经常搭讪别人。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借我用一下。你谁啊？我是他老板，来谈点事儿。他是我老板。谢谢美女。谢谢啊，给我办这么大一个 party。我是路易斯，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呀？不好意思，别误会，黄子文。我看的不是你，我看的是他。你那到底是什么呀？他说每一格都代表一个女人，我不信，是个女人送的吧？确实是个女人送的。你不要聊工作吗？说呀。是这样，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你每次见客户的时候把我带上呀？那我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大了！你想啊，我是 DL 的总裁，你见客户带我一个总裁去，证明我们很重视你，也重视客户。第二呢，万一这个案子谈崩了，你可以把责任推卸到我头上呀。这是我的名片，我关注他很久了，他喝酒的样子很漂亮，我要请他喝一杯，请你帮我转告他。等着。你知道你长得挺美的吗？所以想的就不要太美了。你也知道你是DL的总裁啊，我走哪儿把你带着，人家以为我们DL公司没人了呢，我可不想丢这个脸。再说了，你不去，这项目没准没什么问题；你去了，我估计这问题会更多啊，得罪的还是我的客户。你说我冤不冤啊？这么快就要到名片了？给你的。互信电子总裁黄子文，富二代啊！他说观察你很久了，很喜欢你喝酒的样子，希望请你喝一杯。好机会，好好把握哦。江总好，魏总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公司的实习生，我叫安东，林安东。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的实习期快到了。我知道江总来了，要在公司组建一个危机公关团队，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如果魏总这儿还缺人，我特别希望可以加入您的团队，跟您好好学习学习。这事儿江总说了算。江总，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哎，我觉得他当你助理挺合适的。明天来我办公室报道。Yes sir， 谢谢江总。小伙长得又帅又年轻，适合当你助理。那我长得也年轻漂亮啊。我当你助理吧，看你表现喽。我们酷信电子现在最重要的项目是动漫，跟艺术搭点边。刚才你说你是干什么的？DL传播，抒情。我很期待以后我们可以合作。我们认识吗？小了。小。你们认识啊？你们先聊。你还真是饥不择食啊！这一款的都能聊到一起去。我们公司开派对，你来干嘛？我进来的时候也没人拦着我呀，要不然我在你那儿再补一张门票。小历史奶粉那一单啊，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你瞪着我干什么？我不太喜欢眼睛太大的女子，知道吗？你眯着眼睛看我的时候，
特别的性感。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分跟谁？我跟你在一起啊，聊什么，我都觉得特别有趣。请你跳个舞吧。告诉你，小丽是奶粉这个 case， 你志在必得。120吗？是的，女士，你好，请讲。这里是静安华庭，2栋4901。女士，你哪里不舒服？请说一下。高烧39度2，心跳过快，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女士，请问您多大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年龄啊？我们做个记录，好安排救护车出车。我要是不告诉你年龄，你还不救我了？刚上网查了一下，你是全市最贵的造型师啊。嗯哼。哎，你是不是给很多明星弄过头发呀？嗯哼。你这儿的营业时间是11点到10点哈。嗯。你是特别的为了我提前开的门吗？错，我是为了魏哲。你们俩是好朋友哈？嗯哼。他帮我成为全市最贵的，我肯定要对他好了。再说了，做人呐，不能忘恩负义。哎，你打算把我这头发弄什么样啊？魏哲都已经跟我讲好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虽然你们俩是好朋友，但是今天付钱的是我，我的头发我做主。哎，你干嘛？没有人告诉过你，永远都不要得罪造型师的吗？手下留情。坐好。哎呀，我看个信息。哎，等一下。又怎么了？我的卡被刷了好多钱。你被盗刷了？差不多得了，你少买几件衣服，这可是我的卡。买几件衣服怎么了？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心疼那钱。再说了，你不还是个总裁呢吗？总裁怎么了？总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我干嘛不心疼啊？坐好了。你轻点哈。老大，我觉得你挑的这些衣服都太休闲了，搭配她那张少女脸，更压不住台了吧？你看他平时穿这样，品味混乱，哪像个做公关的？不过也不怪他，也不知道谁做的规定，做公关的都得穿得板板正正，20多岁穿得跟40的似的。江总，这是你的新衣服。还不错，把卡给我。才花了你3万多块钱就心疼了？我还没问你要我的形象设计费呢。卡里总共才6万多块钱，就花了我一半。魏哲老师，我叫你一声老师呢，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教我如何当一个优秀的公关，而不是教我如何花钱。我是在教你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公关啊。首先得从最基本的外形开始。你想想啊，如果一个穿得跟社会街头青年一样的公关，
和一个看起来像刚从巴黎秀场回来的公关，你认为客户会更听谁的？谁有能力听谁的？你别跟我争。一个连自己形象都没有办法解决好的人，怎么帮别人解决问题？你要做我的学生，你就要做好大出血的准备。我要给你从内到外做一个大的改变，不然你出去丢的可是我魏哲的脸。我可是总裁。更重要的是，你是我的学生啊。如果你舍不得花钱，那你现在就可以申请退学。去给他换衣服。跟我来。你一个人啊？对啊，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就是发个烧嘛，多大点事儿，能扛就扛呗。女强人再强，那也是女人。哎，你能对自己好一点吗？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我想离婚。离婚？为什么呀？崔英俊出轨。这个女人叫王思琪，是早教中心的老师。想好了吗？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烧到39.2，反正想什么都挺糊涂的，唯独离婚这件事情特别清楚。你想怎么做呢？我要崔英俊净身出户。行，既然想好了，我也不劝你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权利。首先，你要好好的清点一下你的财产，婚前的、婚后的、一个人名下的、夫妻共有的，包括所有的房产、期权、股权、债券、股票、证券投资这些财产的来龙去脉，你都要弄清楚。好。路易斯，把你的包给他。谢谢。现在像我的学生了。走吧，我可以给你上课了。江总好，江总好，江总好。江总好。进。Hello。嗨。好看吗？天生丽质，清新脱俗。你知道吗？一个女人换了个造型，就像换了个人生一样。是魏哲帮我设计的。哎呦，穿成这样我特别不习惯，而且没有刘海之后，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魏哲太有眼光了，有机会我也得让他帮我参谋参谋。其实我来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你说，明天早晨你去飞扬集团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讲标，我想旁听一下，学习学习。这我有点为难。你是我们迪奥的总裁，可飞扬集团那边接下的人最大也就是个品牌总监。你说你要是去了，会显得我们公司小题大做，更显得我无能。这个我替你想到了。我呢不以总裁的身份去，我就说是你助理。看，噔噔噔噔，名片我都印好了。总裁助理 Lily，够有心的。明天上午8点45，飞扬集团楼下见。我帮你拎包。拜拜，谢谢啊。见，拜。舒淇，哎呀，太不好意思了，第一天当你助理就让你等我。不会啊，你来的刚刚好，走吧。走。如何建立小力士奶粉在消费者心中的良好形象？如何提升品牌的传播度？我们 DL 想到的策略一共有2步。第一，定位精准的品牌营销推广，即一个核心主题、一部温情大片、一个产品发布会以及一系列的回馈消费者的促销活动，通过这4个一将小力士奶粉推向市场，让消费者的心中牢牢地记住小力士这3个字。第二，新意十足的线上整合营销，包括上线发布会、VR 互动、视频前贴片等，让小力士奶粉在留住固有的妈妈群体之外，拓展受众空间，将触角伸向更多的年轻的备孕妈妈当中，甚至是单身女性群体。真是抱歉了，我也没有想到公司会突然间决定更改营销主题，看来还得辛苦你们一下，重新做一版。没关系，应该的。那我就送到这儿了，你慢走。再见。再见。他们怎么这样啊？我们的方案都做完了啊，一句轻飘飘的主题变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吗？很多甲方都是这样的，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就叫供应商来比稿，一边比一边找自己的方向。那他们主题变了，不早说，我们还在那讲半天，这不浪费时间吗？有通知的，也有不通知的，想一出是一出的甲方多的是。以后你就慢慢习惯了，这才刚第1次，后面还有呢。还有啊？谁让我们是乙方啊？前世作孽，今生乙方。我要到下面去买咖啡，要不要一起？好啊。江达林，师哥，世界上的恶有成千上万种，难道单一的金钱就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恶吗？如果说强盗、杀人、放火是为了钱，那么家庭暴力、种族屠杀以及虐待小动物也是为了钱吗？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有自由意识的，是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一切的责任，而不能归咎于金钱。那同样是钱，为什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小人求财却喜欢坑蒙拐骗呢？显然，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钱，而是在于人本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逃避的生物。非洲大旱，你们要归咎于自然；陨石坠落，你们要归咎于宇宙。而明明是心中产生了恶念，你们却要归咎于钱，难道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如果说金钱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个万恶之源来行善呢？邵逸夫先生一生捐赠超过了100亿的慈善基金，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礼堂就是他捐钱盖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纷纷慷慨解囊，汶川雄起的口号，我想大家都没有忘记。如果说金钱是万恶之源，那么对方辩友，请你告诉我，我们是如何用这个万恶之源结出一个又一个善果的呢？他是市场部新来的经理谭新凯，你们认识啊？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师哥，我去跟他聊2句。啊，你先下去，不要等我了。好，那我先走了。
对方的核心观点无非就是恶源自于人的本性，源自于人的内心。大家可以想一想，人性到底是什么？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我认同人性都是善良的，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水。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原本善良的人性产生了恶呢？答案就是金钱。对方的核心观点无非就是恶源自于人的本性，源自于人的内心。大家可以想一想，人性到底是什么？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我认同人性都是善良的，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水。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原本善良的人性产生了恶呢？答案就是金钱。就好像一个化工厂把污水排到了河里，那么你能说这个化工厂不是导致河流污染的源头吗？当善良的本心被金钱所异化时，对方辩友把这颗异化的本心当做了恶的源头。也就是说，你不去责怪排污的化工厂，而你责怪这条河，是不是有一点欲加之罪呢？事实胜于雄辩。我相信喜欢历史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对于追求金钱中充满了血腥、残暴、仇恨和背叛。那么对方辩友，你还敢说金钱不是万恶之源吗？在此刻，我们侃侃而谈，为金钱辩护时，有多少奸商一夜暴富，有多少暴徒铤而走险，都是因为2个字：金钱。按照对方辩友的说法，金钱本身就是带着原罪产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上说金钱和交易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是你认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们说钱是万恶之源，但是万恶之源的本身并不是恶。我们要坚守自己的良知、理性，在历史的天平上，金钱仍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存在。这个万恶之源同样会开出善良之花。的确，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迷失了人性，这个是金钱无所不能的魔力；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找回了初心，这个是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人性之光。真的没有想到能够见到你，像做梦一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哎呀，这个说来就话长了。知道你大学毕业以后去了深圳，我之前还通过深圳的校友会找过你，也没找到。你在深圳还好吗？你回上海多久了呀？你怎么进飞扬集团了？你说你一口气问我这么多问题，那我是先回答哪一个呢？我就有点激动，没想到。哎，我呢在深圳待了几年。这个期间呀，也换了几份工作，哎呀，但都没干出什么名堂来。这不，我刚好回来想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嘛。我是上个月刚入职飞扬，做小丽式奶粉这个品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对呀，还挺有缘分。还有缘。你说你上个月刚刚入职啊？啊，对呀。哎，你呢？你什么时候进的 DR 啊？我也是才不久。那真的是太有缘了。哎呀，马上周末了，要不请你吃个饭吧，也算是庆祝一下咱们2个再相遇，怎么样？请吃饭那也得是我请啊，我可是上海人，我得要尽地主之谊的。那怎么能行呢？我是你师兄，那师兄请师妹吃个饭，天经地义啊。等我一会儿，马上就来。喂，亲爱的。你知道我遇到谁了吗？谭鑫凯。谁？哎呀，就是那个师哥谭鑫凯啊！你怎么会遇到他呢？他不是在深圳吗？他回上海了，而且是在飞扬集团。哎呀，你的偶像回来了！哎，这一次你可不能让他跑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他该不会是特意回上海来找你的吧？你再胡说，我挂电话了啊！我怎么胡说了？他现在在你旁边吗？我来跟他说。他不在，待会儿来请我吃饭，他应该是上去拿东西了吧？我的天哪，你们这进展也太快了吧！这就开始约会了？你走开！什么呀？好了，不跟你说了，拜拜。喂。江大林。你好，我是大3的谭鑫凯。我知道你，刚才你很棒。你也不差。其实我挺认可你的观点的，但是没办法，谁让我是正方的。2位，你们是打算在这里再辩论一场吗？能把手给我一下吗？
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快有6年没见了吧？还有3个月06天，刚好6年。这你都记得呀？你记性怎么那么好？我只记我想记的事情。怎么样？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挺好的。哎，大林，你怎么会在地研了呢？我大概前年吧出差来上海，还找人打听你呢。听人说你出国了。打听我干什么呀？我想咱们俩能不能见上一面？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出国留学了，也是才回来，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所以去了 DL。你家里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需要帮忙吗？没事没事，别老聊我了，说说你吧。飞扬集团可是500强的企业，你这个年纪当上了高级经理，真的是太棒了，不愧是我师兄。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崇拜你。你可别闹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但说实话，我从学校出来啊，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些年呢，忙忙碌碌的，还算好吧。干嘛这么谦虚啊？是不是你这个甲方怕我这个乙方求你高抬贵手啊？你会吗？我呢是希望公平竞争，赢也要赢得坦坦荡荡。漂亮，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江大林。来， Hello， 中午好，还没回去啊？怎么又碰见你了？巧合？蒋彪来这么早啊？无可奉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OK， 是，我不得提前做功课吗？你们上午场，我们下午场，而且我知道他们已经把营销主题给改了，所以我打算午饭不吃了，就在这儿，把我的营销方案再改一改。 怎么样，够坦荡吧？你以为你有内线，我就会怕你吗？怕你是不会怕的，赢你也是不可能的。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自信。爹妈给的。女士点什么？1杯美式，双份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奥利奥冰冰乐双份奶油，谢谢，一起买单。不用，你买你的，我买我的。大气。有些人吧，看起来是个男的。 点杯咖啡就暴露了自己娘娘腔的本质。有些人啊，看起来是个女的，可是骨子里啊，比男人更歧视女人。谁歧视女人了？如果你不觉得娘娘腔是骂人，那你是在表扬我吗？如果你觉得娘娘腔是骂人，那么娘娘得罪你了。娘娘没得罪我，你得罪我了。再说我骂的是你，我可没骂人。二位别打情骂俏了，能不能赶快把单买？我还有急事呢。谁打情骂俏了？ 不好意思啊，耽误你时间了。我来。哎，你从国外回来，你男朋友没跟着回来吗？哪个男朋友啊？啊？没有男朋友。不可能，那国外广阔天地就没遇到合适的。真的，因为我在国外又要上学又打工，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找男朋友。那可真是万幸啊。 什么？哦，我的意思是说，万幸你单身啊。其实我也是单身。我觉得这一次 MTPR 高峰论坛可以设置一个台上台下的互动环节。张秘书长，你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这个建议很好，一会儿我们讨论一下。好。你怎么在这儿啊？别说我是总裁。你也来这儿吃饭？对，我们来谈 MTPR 高峰论坛的事儿，没想到这么巧啊！是挺巧的。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慢慢聊。张秘书长，我们那边去坐。哎，好。哦，我同事。啊，你们同事见面挺热情啊，这。我觉得你刚刚的想法呀，非常好。谢谢，您赞同就好。谢谢。哎，我刚才听你们在聊 MTPR 论坛的事儿，是吗？这可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市场公关类论坛，你们要参加吗？对啊，我们公司刚挖来了一个公关部的大神，
每年他都是组委会的成员，那是他助理。这样啊？师兄，你很感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了，我是做市场的。不过我知道，这个论坛呢是邀请制，我再感兴趣，也参加不了啊。完美。好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什么情况？这个身位你还看不出来？你不是高手吗？这男的什么来路啊？现在还不知道，隔太远没听清。好像说是大学师兄什么的。大学里是最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师兄和师妹，你懂的。哈，你每天就不干正事儿啊，在外面八卦。好了，我不八卦了。我还有个小情况要汇报，想不想听啊？有屁快放。我们亲爱的江总刚刚很神秘地跟我说，千万不要暴露他总裁的身份。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他就是不想让这男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忙完赶紧回来。感觉怎么样啊？哎呀，还真不错。原来我这背啊都是僵硬的，哎，你看这完了，还挺舒服的啊，很轻松，真好。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里的。这家的热式 SPA 是全上海最好的，不然我也不会推荐来啊。来，快坐会儿吧。这个呢是我准备的一个小礼物，是送给你的。这是这家会馆是会员制的，总共200个名额，全部都注册完了。好在他们老板欠我个大人情，特意帮我又多办了一张，给你准备的。这可是个稀罕物啊，我可不敢收。客气什么呀，收下吧。这可不是贿赂你啊，你自己是老板，你不会拿自己生意开玩笑的。再说了，我们公司要是活不好，你也不能用啊。这也就是一个合适的小礼物，送给了合适的人。那我要是收了这礼物，你们如果没中标，那怎么办呢？那就当做提前收到了圣诞礼物。那如果是中标了呢？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行，我收下。那我也得礼尚往来一下。我新搞了一个会所，一会儿去我那儿坐坐。好啊。我个人不建议做直播。如果你想保持论坛的权威性和神秘性，那就必须提高准入门槛，严格控制人数。我现在有点事儿，等会儿跟你说。魏哲老师，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找我帮忙的频率太高了，做你老师真累。一个小忙而已，对你来说举手之劳。就一个苹果，吃苹果使人快乐。什么事儿？能不能帮我弄一个论坛听讲的名额啊？你不是已经有邀请函了吗？你就再要一个呗。给我一个朋友，他想去学习学习。什么朋友？普通朋友啊。男朋友吧？不是你帮忙还要查户口啊？是我大学的一个师兄，他刚从深圳来上海，而且跟我们这个行业挺近的，所以他对这个论坛比较感兴趣。大学师兄？师兄师妹的很容易在大学里产生爱情。不是有完没完啊？实话说吧，他是飞扬集团新来的市场部高级经理，谭新凯。而且我们小力士的项目正有求于他，那弄一张邀请函给他，我觉得很正常吧？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道理。谢谢老师。这个忙我是不会帮的，不用谢。我什么意思啊？小力士奶粉项目的负责人是舒琴，如何跟客户打交道是他的事情，
所以你的这件事情应该先征求抒情的意见。有这个必要吗？我是总裁，我不认为什么事都要征求副总裁的意见。那我就先教教你，什么是做总裁的分寸感。停！拜托，我就是想私下里帮朋友一个忙，还不行吗？跟我是不是总裁没关系，跟谭鑫凯是不是飞扬集团的人也没关系，跟抒情就更没关系了。没关系吗？当然了。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你和世界上的每个人之间的间隔不超过5个人。6度分离理论。你、我、抒情、你的师兄和飞扬集团的所有人，我们之间每个人的间隔不超过2个人。你跟我说没关系？所以你就要在这种关系里生活吗？所以你做什么事都要这么谨慎吗？连朋友之间互相帮助都要左右平衡关系吗？你累不累啊？因为我是个成年人。你就说吧，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这就是你请人帮忙的态度，我怎么听着像在威胁我？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干，不就是让你要个邀请函吗？你至于这样吗？不帮忙算了，上纲上线还给我上课。请你注意和老师说话的态度。就这样。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那个，你说你可以帮我弄到 MTPR 的论坛通行证，是不是有些困难啊？没戏了呗。我确实还没帮你弄到呢。是这样啊，我吧实在不想失去这次学习的好机会。你看我这种小人物，想开阔眼界，确实没有别的渠道。要是实在有困难的话，那就算了吧，谢谢啊。不麻烦，你说什么呢？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给你搞定。那行，那咱们明天见。明天见，师兄，你早点睡觉啊，拜拜。方案写完了吗？啊，那个可口可乐的已经写完了，百事可乐的还没写完呢。能不能专心一点？还玩手机？刚才在跟谁发微信啊？没有啊，我就看看。大学师兄嘛。你知道我上一节课要多少钱吗？我就是看在你是我老板的份上，我没收你的钱，能不能珍惜一点？我很珍惜了，是你的题太难啊。那2家公司本来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啊，你一会儿让我写 A 公司的方案，一会儿又让我写 B 公司的方案，我一会儿当正方，一会儿当反方，我写着我就写到一起去了，我乱七八糟，脑子一片浆糊，我都快分裂了。做公关和当律师是一样的，今天为张三辩护，明天为李四服务，本来就要做好精神分裂的准备。今天下课之前 ，B 方案要是写不出来，下次就别来上课了。你说什么？好的。今天凌晨，1人3餐的外卖员叶乙在祁连山路和梅村路的路口被一辆豪华跑车撞倒。令人吃惊的是，肇事者既没有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叫救护车，而是在受害者的身上留下了1万元的现金，然后驾车离开。目前，警方也正在寻找肇事者。这什么人呢？把人撞翻了，扔1万块钱让人自己叫救护车，这不是草菅人命吗？等着看吧，就这事儿，马上就要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网络论战。
题目1，论一个外卖员的倒下。题目2，倒在超跑轮下的外卖员。我已经在微博上看到2篇10万加以上的评论文章，标题是什么？超跑外卖员1万块钱。罗伊斯，老大，那起交通事故的视频你看了吗？不仅看了，还很受启发。我决定，一会儿的演讲内容得改。今天呢是一个好机会，来的都是圈内的人，所以呢，一会儿希望你把你的经验给大家讲一讲。张队长，我跟你先说一声啊，我昨天给你那个方案，我可能全部推翻了，所以一会儿我讲的时候你别吃惊啊。咱们今天来了一共多少人？大概有90几人。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咱们快进去吧。谢谢啊。没关系。好的。来，你看。真够执着的。执着什么意思啊？执着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死心眼儿。对了，师哥，因为我们是对号入座的，所以可能只能坐在最后一排了，真的抱歉啊。这有什么抱歉的？这已经很好了。那你先进去，我等一下我的同事，一会儿去找你。行，那你忙你的，我进去了。往哪儿看呢？哦，我这不是在等你们吗？本事挺大呀，到底还是把人给带进来了。啊，我就是觉得吧，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份对求知的渴望。你带进来1、2个人不是大事儿，但是你不许侮辱我的智商。我之前跟你请求过了，是你不答应啊！我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你很固执，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我就没觉得自个儿错啊！大家是来听你演讲的，还不是来给你捧场？你喜欢谭鑫凯吧？说什么呢？我们才见了2面，不能彼此坦白的恋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乱七八糟，听不懂。魏哲先生，关于这次论坛，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好的，这边请。杨总啊，别太当真，我老大就是这样的人。他一个不婚主义者，懂什么恋爱？不婚主义者？是啊。你的意思，他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应该是吧。你说他是那种认真的不婚主义者，还是打着我是不婚主义者，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这种为了自己不负责任而找借口的不婚主义者啊？你说的我没听懂，绕口令？你说说。我先进去了哈。好的，我知道了。就算要管学生，你这管的也太多了吧？再说，恋爱也不是你的专长啊。去查一下那个谭鑫凯。你不是开玩笑吧？工作上的事儿，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查仔细点。今天凌晨，1人3餐的外卖员叶永福在祁连山路和梅村路的路口被一辆豪华跑车撞倒。令人吃惊的是，肇事者既没有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叫救护车，而是在受害者的身上留下了1万元的现金，然后驾车离开。目前，警方也正在寻找肇事者。下面有请魏哲先生登台演讲。
这是今天凌晨发生的一起车祸，涉及交通肇事逃逸。从新闻报道上看，警方正在处理此事，我们不发表意见。那么，为什么它会这么迅速地成为了一个社会传播热点？因为这个事件里有3个关键词，这3个关键词如果少一个，它就只能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件；如果3个关键词都出现了，那它就变成一起公关事件。那么这3个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呢？1. 豪车；2. 外卖员；3. 1万块钱。先看豪车，保守的估计，这辆车的价格最少在150万以上，能开得起这辆车的人，一定是非富即贵。我们再来看那个外卖员叶永福，50多岁，骑了一辆破破烂烂的助动车，一定不会超过2000块钱，所以我估计他的月收入只会在5000到1万之间。一个开着豪车的富人撞了一个开着2000块钱助力车的外卖员，没有报警，也没有叫救护车，就这么跑了。最重要的是，他还不是直接跑了，他在旁边留了1万块钱。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以上的这段话里提到了很多次数字？150万、2000、5000到1万、1万，这所有的数字其实都指向一个字：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来飞扬，我们2个都能偶遇？不用想，因为有些人喜欢偷机取巧，以为把会安排在竞争对手的后面，赢的面就大一些，对吗？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我还以为我们2个人很有缘分。你对我有成见吗？没错，我就是对你有成见。可我对你没成见。咱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对钱是非常敏感的。为什么敏感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数目都不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看到这段视频的人，他其实看到的不是一起交通事故，也不是一个豪华的跑车和一个破烂的助动车相撞，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钱和一小摞钱的相撞。你一个开150万的车，竟然撞一个2000块钱的助动车，你撞了就撞了，你跑了就跑了，为什么要留下1万块钱呢？这算什么？撒钱吗？哦，所有的事都能拿钱摆平吗？谁给你的自信？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现象，一个让多数人都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就是贫富差距。因为贫富差距，这起交通肇事逃逸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案件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公众的热点。那个开豪车的司机，如果他想解决这件事情，他也不是一个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么简单了，他要面对巨大的舆论，面对一波又一波社会各界对他的批评，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对他非常愤怒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典型的公关危机。我有个儿子，今年快3岁了。我喜欢把公关人比作蜜蜂，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几公里之外的某棵树开了花，他们就能闻到。他们还有复眼，复眼能够让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去看那朵花、那棵树，甚至那一整片森林。我们永远要比普通人看到的全面，看到的深刻。我们要把所有的情况都看清楚了，才来决定我们该如何入手。我们如何把看到那朵花上的花粉变为我们想要的花蜜？这就是公关人，这就是公关。记住，
遏制住一切有可能星火燎原的势头，永远要未雨绸缪。这就是公关人的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陈总好。陈总。陈总。回来了，怎么样？研讨会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我们，但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那就好，你这样，你再定一个地方，我们一起请他吃个饭。OK。你照照镜子。我有个儿子，今年快3岁了。今天你的演讲真的太棒了！会议开始前，你说你改了内容，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特别惊喜吧？非常棒。没有，特别不好意思，我们坐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这有什么？这是一个多好。江总，这位是？哦，我师哥。谭新凯。你好，魏先生。你好，你好。您的演讲非常精彩，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过奖了。江达林是我们第2的总裁，如果你对公关感兴趣，可以向江总请教。是吧，江总？江总，秘书长等着咱们合影呢，麻烦快一点。幸会。哎，稍等一下，等一下，江总。你是第2副总裁。刚上任。魏哲，你故意的是不是？你非得在谭新凯面前揭露我的身份，说我是第2的总裁，你是不是故意就想让我在我朋友面前出丑啊？我是在帮你。帮我？你当我傻呀？你当谭新凯是傻的吗？你那个师兄早都已经知道你是第2的总裁，只是故意不说破。你稍微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他对你感兴趣，随便在网上一查你是谁，一目了然。好，就算是要跟他说清楚，那也是我自己亲自去说。所有人都知道了，你都不会说的。还有，我已经跟舒晴说过了，以后你不要再跟他去飞扬集团讲标了。如果你非想去，就大大方方以第2总裁的身份去，不要鬼鬼祟祟装什么小助理。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凭什么决定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飞扬集团？就算是谭新凯已经知道了，就算是我真的是欺骗他，但那也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样让我很没面子。你的面子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是你说我要从头学起的，我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插手，但这不是工作，这是我的私生活，两者性质不一样，好吗？私生活比工作还重要，那你别开公司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现在是 DL 集团的总裁。你个人的一举一动会牵扯到整个公司。你现在跟你的师兄隐瞒你的真实身份，如果将来整个飞扬集团的人都知道你在以一个小助理的身份接触他们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他们会怎么看你？怎么看 DL？ 你嚷什么嚷啊？用得着扣这么大帽子给我吗？不要老教训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尊重我。我就这样，你是个成年人，自己好好想想。报去！妈，我是不敢穿。天花阿姨，让你们久等了。听我妈说，你有急事找我啊？魏哲先生呢？找我还是找魏哲？快去把魏哲叫来。天辉阿姨说了，这件事儿一定要当着魏哲的面说。啊，快去啊！啊，那你们先坐一下。麻烦你马上去到会议室。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小鹏的手机关机
微信不回，我到现在都联系不上他。阿姨，你先别着急，说不定是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丢了。如果他手机没电或者丢了，他完全可以找人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呀。您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啊？大概是11点左右。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小鹏以前晚上不回来睡觉，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的。董总，您看，这事儿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要不您先别着急，再等等消息。不行，我必须马上找到小鹏。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把它当做一个公关事件来办，前我赵夫。董总，方便出去咱们单独聊两句吗？妈，什么情况啊？找人找警察呀？找我们干嘛？叫你找你就找，哪那么多废话呀？董总，说实话，您这事儿挺奇葩的。找人从来不是我们公关公司的业务。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不然我没有办法帮你。天慧阿姨找你，肯定有她的道理。你又不是不知道，明通股份每年有多少公关费用都给了咱们公司。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全说实话。今天凌晨1点左右，我儿子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出车祸了，他现在暂时回不了家。在那之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车祸？对，车祸。危机公关还有找人的业务啊？那找人的业务能赚钱吗？那要看找谁了。现在找的是上市公司大老板的儿子，你说能给我们带来多少业务量？懂了。我现在很担心，我不知道我儿子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受没受伤，或者他有没有把别人撞伤。总之，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需要知道实际情况。你为什么不去找交警呢？交警队那边已经去过了，交通事故正在查，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说的是公关这部分，这是公关事件。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很特殊，虽然这是私事，可是一旦被别人利用，后果是很难预料的，所以必须马上解决。我马上就要到淀山湖去开几天的闭门会，这个事情迫在眉睫，这也是我来找你帮忙的主要原因。董总，您对公关有多少了解啊？我知道你是连续4年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的获得者。嗨，这都是虚名。今天上午我在 MTP2论坛有一个演讲，不知道您看了没有？我看了全程直播。那您有什么见解呢？你讲得非常精彩，所以我来找你。等一下，你跟天华姨聊什么了？她可是我妈妈的朋友，为什么要逼着我啊？我觉得董小鹏不只是失踪这么简单。什么意思啊？董天慧刚才跟我说，今天凌晨董小鹏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出了车祸，暂时回不了家。什么？那当着大家伙的面，天慧阿姨怎么不说清楚啊？我怎么知道？他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应该直接去问他呀。老大找我什么事儿？赶紧去交警队
查一下今天凌晨这场车祸里的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知道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崔英俊有可能向你要抚养费。抚养费？谁养谁呀？他要有脸要。谁让你的资产跟收入都高他那么多？你看着吧，在未来，离婚案女人倒找给男人抚养费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未来的事情我管不着，可眼下，崔英俊必须净身出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崔英俊有可能向你要抚养费。抚养费？谁养谁呀？他要有脸要。谁让你的资产跟收入都高他那么多？你看着吧，在未来，离婚案女人倒找给男人抚养费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未来的事情我管不着，可眼下，崔英俊必须净身出户，1毛钱都别想带走。从个人情感上，我还真不希望崔英俊能占你的便宜。但作为律师，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这净身出户的官司真是不太好打。不好打也得打，崔英俊必须受到惩罚。你手上还有其他证据吗？这些还不够吗？这远远不够。就凭这几张照片，崔英俊会做出其他解释。你又没有第三方证人，也没有音频、视频，法庭采信的可能性会非常低。照你这么说，这些渣男们反而还逍遥自在了。其实，法律上判定过错方也有2个标准：一，婚内重婚，他没这个胆。那就是2了，有证据证明过错方与第三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我说的你能明白吗？我知道了。董小鹏，今年25岁，明通股份 CEO 董天惠的独生子。生父在他2岁的时候就跟董天惠离婚了，从此再无往来。董小鹏也随之改了母姓。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3家公司，但没到半年就辞职了。他名下还有一家贸易公司，但经营情况显示是暂停。目前了解的情况只有这些。交警队那边有消息了吗？虽然我无权调用车辆照片，但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今天凌晨那起豪车撞伤外卖员的肇事车辆是一辆白色的超跑，车号是沪 BT5788，车主正是董小鹏。董小鹏涉嫌肇事逃逸，性质比较恶劣，警方也通知了他的家人，如果能找到他，希望他能自首。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对董小鹏进行全面搜捕。另外，警方也愿意咱们配合去找人。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找人业务，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这就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所以，董天惠会来找我们。董小鹏平时去的地方都查了吗？董小鹏喜欢玩游戏，他经常去的几家高档网吧我都去问过了，那边的人都认识他，说他是网络游戏高手，但这2天没有去。其他关系查了吗？小鹏家的亲朋好友本来就不太多，目前为止我只联系到了3个人。第一个是他们家的保姆，小鹏昨天晚上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剩下的他也不知道。第2个是他们家的司机，不过半个月前被辞退了。第3个是小鹏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时过半年了。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单亲家庭，母子关系应该是不错的。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小鹏特别瘦小，老被高年级欺负，他妈也是气汹汹的跑去学校找领导告状。不过他们什么时候关系变成这样了，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很尴尬。这就是女大18变，儿大不由娘啊。这也是你不结婚的理由吧？我不想结婚，不代表我不想要孩子。你想要孩子呀？
我想不想要孩子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警告你，现在我们在工作，请你不要跟我扯闲篇儿。各位，咱们最好在警察找到董小鹏之前找到他，不然我们会很被动。可是我们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啊。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用 GPS 定位。我可以用 GPS 定位反向追踪董小鹏常用的游戏账号，只要他上线，我这边就会有通知，然后根据 IP 地址就能查出他的下落。董小鹏在这儿。松江区金水路网鱼网咖。你们俩在这盯着，随时监控董小鹏的行踪。他一旦换了地方，马上通知我们。明白。咱们走。哎，江大林，你不是在国外吗？叶永福是不是你撞的？你说什么呢？谁是叶永福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能躲在这儿玩游戏，你心可真大呀！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沪 B T5788，干什么？这辆车把人都撞飞了，你还有心思在这玩游戏啊？你胡说什么？他什么时候飞了？他就是从那个助理车上睡。你诈我！叶永福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而且警方也一直在找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说清楚。你谁呀？他叫魏哲，国内最著名的公关专家。你妈妈现在很着急，让我们来找你。多大点事儿，还公关专家？再说我又不是故意撞你，不就赔点钱吗？行了，既然我妈都找着你了，你们就跟她去谈，该赔多少赔多少，我就不管喽。董小鹏，我没有开玩笑，你去自首吧。该赔多少赔多少钱，我自什么首啊？你俩也是，该干嘛干嘛去，别打扰玩游戏啊。你干嘛？报警。董小鹏，你因为涉嫌肇事逃逸，致人重伤，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留。哎，别！哎，你俩快给我妈打电话，让她救我呀！快给她打电话！所以小鹏真的太过分了，他撞了人之后没打110，也没打120，不仅不把伤者送到医院，反倒是撒了一把钱扬长而去。他这么做是的，小鹏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董总，这不是错误，这是交通肇事逃逸，是违法。魏先生，严重了。警察已经定性了吗？已经结案了吗？我了解我儿子，他绝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如果小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我只需要去找律师谈就行了。可他不是。我们家是有社会影响的，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不只是我的名誉受损的问题，明通股份也会受到牵连。你们知道，股市的变化瞬息万千，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出去，股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影响。
适当的增加一些正面的宣传。魏先生，请你一定要理解我，小鹏真的不是那种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约了你好几次，你都说你没空，晚上没有时间啊，请你吃个饭。哦，那个回微信。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我得加班。好，我知道了。你师兄的电话吧？晚上有约会啊？我妈，天慧阿姨给我妈打电话了，说这个案子办成了，给我们的公关费翻倍。当事人叶永福，山西五镇人。3年前，因为儿子叶东烈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大学，随即也来到了上海打工。半年前，成为了著名外卖平台“一人3餐”的外卖员。事发当晚，叶永福接到了一单外卖，是送到青山新村，就在祁连路和梅村路路口的位置上。他无视红灯，违章试图穿过路口，刚好董小鹏右拐，因为没有来得及减速，正好撞上了叶永福的助动车。事情发生之后，董小鹏第一时间下车查看叶永福的伤情，随后2个人达成了口头协议。董小鹏留下钱之后就离开了现场。等等，你是说董小鹏和叶永福达成了口头协议？是的。也就是说，叶永福答应了私了？是的。请看董小鹏的证词。那天凌晨我有点急事儿，所以就开得快了点儿，但肯定没超速。在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晃了一下，等我缓过神来，就已经跟那人撞上了。我一发现撞人了，我就赶紧下车看，我看他还能动，我就问他你怎么样，行不行？你要是不行，我赶紧开车送你去医院。他说没事儿，让我给他点钱，私了，他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看就行。所以我就把现金都给他了。哎，我是看他没事儿我才走的。救护车将叶永福送到医院后，他已经陷入了昏迷。这么看来，董小鹏不是肇事逃逸啊？当然不是，董小鹏就是违章驾驶以致伤人，绝对算不上肇事逃逸。董小鹏是无辜的，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了。叶永福这样的人啊，我见得多了，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但这种案子到最后，其实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赔偿多少或者判刑轻重的事儿，而是要看舆论的倾向。对，所以现在你们这些公关专家比我这个律师更有用。这个是几位证人的联系方式。董小鹏现在人在哪儿？他马上就到。找谁啊？找你。我不认识你啊。崔英俊是我丈夫。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需要换鞋吗？不用，谢谢。这个包你很喜欢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吗？别看上面贴着国际大牌的标，事实上是个 A 货，挺 low 的，假的就是假的。是，这个包是崔英俊送我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你没必要说话这么讽刺吧？
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啊？凭着几分姿色，就想不劳而获了？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来上海多久了？看你这样子，应该是有家有丈夫的。孩子是谁的呀？我已经离婚3年了。离婚的滋味不好受吧？看你的样子，不像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你是个女人，你自己经历过的悲伤和痛苦，一定让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经历一遍吗？你知不知道破坏别人的婚姻是可耻的？你可以讲话不要这么恶毒吗？我不管你相不相信，当初是崔英俊给我看了你们俩的离婚证，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的。那你想说明什么呢？你不相信是吗？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咱们当面对证。你不用给他打，崔英俊很快就会和你说明这一切。哎，你想干什么？你把手机收起来！这是我的家，请你赶快离开。你的家？这房子是崔英俊给你租的吧？你不用否认，我看过账单了。不然你认为我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到现在为止，我和他还是合法的夫妻，所以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有一半是属于我的。对不起，在我的家里，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如果我不愿意，我就不走。你。现在的情况呢，对你、对天慧阿姨都非常不利。所以，魏哲建议，你虽然已经被放出来了，但必须保持低调，最好不要出门。为什么要躲呀？我是无辜的，我跟他已经私了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交通事故，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是舆论对天慧阿姨、对明通股份的影响。你最好听我们的。放心，小鹏啊，一定会配合的。邓小鹏。如果严律师说的属实，第一，叶永福违章在先；第二，就像你说的，你和叶永福是在私下达成了口头协议以后留下钱才走的，是这样吗？是啊。啊，我就说嘛，这里头啊一定是有误会的。小鹏啊，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啊。那好。我还有几个问题。第一，那天凌晨，你为什么把车开得那么快？是有什么急事吗？我那是跑车，我一不留神就开快了。一不留神？啊，那天呀，我们俩吵架了，我让他陪我呀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不愿意去，然后我就骂了他，所以呢，他一生气就跑出去了。OK。第二个问题。那天在网吧，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你和叶永福已经私了了？我那会儿都被你们问懵了，后来警察都来了，我上哪有时间说这个去？为什么把车牌摘了藏起来？我害怕呗，毕竟是撞人了。我其实那会儿就是头脑一热，心里有点虚。哎，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前干了挺多不靠谱的事儿，可是这次我是真的跟叶永福私了了。他同意了我才走的，你们得相信我呀。江达林，咱们俩小学就是同学，我是那撒谎的人吗？现在不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你如何让大众相信你董小鹏没有撒谎。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玩游戏了。你的游戏 ID 已经被曝光，只要一上线，网友就会关注。最近绝对不可以在网上留下任何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对我们诚实。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当时的情况嘛，律师也问过了，记者也采访过了，现在你们又来问我。是这样，
您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您看到司机从车上下来后对受害者实施救助了吗？救助了，他当时就蹲在那个外卖员的旁边，不然我不好走的。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当时司机拿着一摞钞票数给那个外卖员，那我想大概是2个人谈好价格了就没事了。谁晓得后来这个外卖员又昏倒过去了。谢谢你，刘东先生。不客气。我们到的时候，那个人是醒着的，眼睛是睁着，但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哎，小刘，你过来一下。哎，我们上次接的那个被跑车撞的那个外卖员，他是不是醒着呢？好像是醒的。哦，对，是醒着的。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这些问题都已经采访过了呀。你们去网上看新闻好了。董小鹏取保候审的稿子，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再发？我知道，但我建议你们的立场可以再客观一点、公正一点。案情还不明朗呢。好的，你们不要再催了，我们正在收集相关的材料，稍后一定会对外公布正式声明的。我不需要水军，我要的是水淹七军。你赶紧给我想办法把这热度给我降下去。你也知道，现在有些网友很喜欢自说自话，提前审判，这样不公平啊。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师兄你怎么来了？每次约你，你都说你忙要加班，所以我这次就不请自来，得问一下。啊，这是我师兄谭金凯，路易斯安东。师兄好。师兄好。你们好。哦，对了，给你们带的宵夜，慢用。谢谢啊。谢谢。你们先忙。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最近特别忙，所以每次约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没事儿，我理解。你跟我不一样，我呢是个公司的小职员，每天朝9晚5，时间有的是。可你是公司的总裁，事儿那么多，肯定身不由己啊。挖苦我是吧？关于总裁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解释一下。那天我们在飞扬集团的时候，不用解释了，你这么做呢，肯定是有你自己的道理。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孩。你看，从前在辩论赛上输给我的小学妹，如今是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老板，真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给你打工啊？你还说你故意的是吧？没有啊。饿了吧？吃点东西。谢谢。That man who can speak 2 languages, we call him bilingual, right? Yes. And that man who can speak 3 languages, we call him Trilingual. correct. That's so good. Yomo, funny. Ah, she's hilarious. You have to marry her, and that is an order. 有个师兄师姐真好，晚上还有宵夜吃。我也要找个好师姐。不是个师兄就给送宵夜的。什么意思啊？你看不出来吗？我老大。大林，我这儿来看看你。你这么忙，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啊。行，那我送送你。贝哲老师好。你好。走吧。特别感谢今天还买了这么多东西过来。谢什么呀？这不应该的吗？再见。拜拜。张总。啊？你那个师兄来这儿干什么呀？
他说他来看看我，给大家送点夜宵什么的。对了，那个蛋糕看起来还蛮好吃的，你吃一块啊？哎，坐这儿，咱们聊两句。我还有事儿呢。坐这儿。什么事儿？你对你那个师兄到底了解多少？哦，怎么了？谭新凯，今年28岁，父亲是名矿工，母亲无业，有时候会到菜市场打打零工。他考上大学以后，一共谈过2次恋爱。你在调查他？是的，我在调查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的私生活。彭坤案发生以后，为什么会有人来公司泼油漆呢？为什么会在发布会上有这么多的记者当众在质疑你？难道这不应该是你父亲的事情吗？为什么也会侵害到你的私生活呢？你在发布会上说你爸爸是无辜的，那请问陷害你父亲的杜少坤，是不是你父亲的朋友？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交友不慎，影响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公司呢？请你记住，你是个总裁，你的私生活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我调查他，是为了保护你。谢谢你，魏哲老师。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现在都做了什么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再调查他了。怎么样？这里漂亮吗？漂亮啊！开心吗？开心。你今天好美啊！谢谢。今晚就留在我这儿好吗？Sorry 啊，你不早说，我晚上还约了朋友的。你这么晚还约了朋友？是啊。我能问一下是什么朋友吗？我谁都没有约，但我就是不想留下来。谁让他之前叫我走的？现在求我留下来，哼，晚了。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你是没看到他那个表情啊！我现在光是想想就觉得爽。哎，你这是谈恋爱还是斗心眼啊？不懂了吧？谈恋爱就是要斗心眼，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玩嘛！真的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想。好了，不要说我了，赶紧汇报一下你的情况。你的谭师兄下了班还不辞辛苦的给你送甜品，而且还是网红店的，你还敢说他没在追你？哎呀，真的没有，我们俩之前就约的要一起吃一次饭。那我最近不是忙嘛，所以他就顺路来看了我一下。顺路？我没记错的话呢，那家店离你公司有10几公里，而且光排队就要2个小时，这叫顺路呀？我看你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吧？哎呀，你快点跟我讲一讲，到底是什么感觉？当他出现在你公司的那一瞬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惊喜？惊吓！我今天才知道，魏哲一直在调查谭新凯。啊？魏哲调查他干什么呀？魏哲对你有想法？什么？这可有意思了！
始就已经成三角关系了。什么三角关系啊！不要胡说八道！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的啦？赶紧吃饭。喂，师兄，你到家啦？我到了。那个蛋糕好吃吗？啊，这个蛋糕啊，一共4种口味。我呢，特意选了个樱桃味的，据说是最受欢迎的，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我挺喜欢的，谢谢啊。不客气。哦，对了，这周5有一个校友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校友会啊，我去合适吗？瞧你说的，怎么能不合适呢？像你这种成功人士，那一定是校友会上的闪耀明星。你这么着，你要不介意的话，师兄我给你当保镖，怎么样？一定要去，你可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啊！我去不去啊？去，当然去了，当明星干嘛不去？谁买新裤？那好吧，那我就去。那行，这周5不见不散，怎么样？周5见。周5你陪我一起去。你想什么呢？不，校友会肯定有很多我们的同学都去啊。我才不去当电灯泡呢。豪车撞坏外卖员事件，目前有了新的进展。外卖员叶永福至今在医院昏迷不醒，而肇事者董某也因肇事逃逸证据不足，昨天下午已被警方允许取保候审，但警方仍在进一步对此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大量网友发表了不同意见和质疑，相关情况我们也会追踪报道。我们费尽心思，总算是让这条新闻没上热搜，但在本地论坛上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儿。而本地论坛发布的带视频的微博转发量也已经超过了3万。朋友圈还有人在转发。我早上坐地铁来公司，很多人都在聊这件事儿，说董小鹏见死不救，丧心病狂。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想要压住一条新闻，根本不可能。这都是因为董小鹏的身份，明通股份总裁的儿子，开的又是豪车，你换一个开破车的撞了试试？Stella， 有件急事要找你帮忙。你说。是这样，现在舆论对董小鹏非常不利，我们一方面要降温，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安抚受害人，不能再出任何乱子。现在叶永福在第一医院接受治疗，我记得你以前在第一医院做过公益活动，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打个招呼，把叶永福安排到单人特护病房，这样受害人家属心情会好一些。好的，我知道了，我来处理。你病了？没事儿，那就这样啊，拜拜。老大，有关叶永福在昏迷前同意和董小鹏私了的消息，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出去了，初步的舆论铺垫已经做好了。安东，我们提炼出了开豪车不代表为富不仁、拒绝道德绑架、财富不是原罪等新的标题，发布出去后效果非常不错。本来网络上一面倒都是指责董小鹏的，现在已经有30%左右的网友认同我们的观点。很好，理性的声音在增长。如果再把这个发出去，事情也许就会有转机。大家好，我叫董小鹏，我就是那个在网上被骂为富不仁的豪车司机。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为我自己的考虑不周和自私感到深深的自责。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有事要急着离开，我也就不会答应叶叔叔提出的私了。虽然当时他意识很清醒，但我还是应该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在此，我诚心的向叶永福叔叔和他的家人道歉，对不起。我承诺，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还认识我们院长啊，还能让他给你调到这间特护病房。我告诉你啊，就这间病房，可不是有钱就能住的。我
我是社会调查记者赵明。对于你父亲被撞伤，主动提出私了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爸没有提出私了，那都是董小鹏的一面之词。你父亲重伤需要支付大笔的医药费，你会不会向董小鹏提出巨额赔偿？董小鹏是明通股份总裁董天惠的儿子，也和你是同龄人。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你会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他是谁的孩子，我不关心，我也不想知道。我现在只知道我爸还躺在病床上没醒过来呢。我希望你们别打扰他，要挖新闻到别处挖去。哎，你这什么态度？公众有知情权，我们需要知道真相。什么真相？你们这些记者就知道帮董小鹏这样的有钱人说话，他说什么你们信什么啊？你别拍了，听见了吗？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把手松开！你再拍我给你砸了，信不信？你就拍了，你砸一个试试。冷静啦，知道自己错了吧？我没错，我来找你就是告诉你，董小鹏他在撒谎。我以为你是来感谢我的。担任特护病房真的很难进的。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你是董小鹏家里请来的公关，你比我更不希望这件事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帮我，等于在帮你们自己。你们这些做公关的，为了帮有钱人洗白，不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知道吗？我认为很无耻。叶东烈，你有情绪，我很理解。可也请你想想，站在你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你说董小鹏撒谎，你有证据吗？我爸不可能贪他那几个臭钱，他不是那样的人。你怎么证明你说的就不是一面之词呢？天底下的父母为了孩子做什么都可以，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难道你爸爸就不可能为了钱选择私了吗？你上大学需要很多钱的。我不信，他不可能这么做。你不是不信，你是不敢信。你不愿意看到你爸爸很有可能为了要更多的钱供你上大学，选择私了。你胡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爸？人总是要长大的。等你长大了，就没有人会哄着你、顺着你，你要独自面对真相。好好休息一下，冷静冷静。深蓝色，怎么不直接给我来一黑色？太土了。这样稳重。我不喜欢这个，一点也不酷。你是去道歉的，不是去作秀的。人家不希望看见你穿的又帅又潇洒。对他们都希望我衰，是吧？行，只要能让这事快点了结，我穿什么都行。把这双鞋换上。我不是都道过歉了吗？视频都录了，干嘛还得到医院再道一回歉呢？道歉是分步走的，视频道歉是针对网友的，对待受害人必须去当面道歉，才显得有诚意。有女的，哎，那个送外卖的还没醒呢，是吧？是的。你说他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了？那你就麻烦了，他要是醒不过来，就没人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那也没人能证明我说的就是假的。你这儿都多此一举，你就应该直接找那姓叶的聊价格。他们这帮人每次都是这样，开始义愤填膺、喊打喊杀，到最后都是为了钱。我求你，赶紧给他点钱，这事儿也就算完了，别老成天这么折磨我。太恶心了。现在看起来起码不像个坏人。
房就别进去了。那你让我跟你来干嘛？总觉得哪有点不太对劲儿。怎么了？你去帮我查一下董小鹏那辆车的违章记录。又出什么事儿了？他要是醒了过来，就没人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那也没人能证明我说的就是假的。你就应该直接找那兴业的聊价格。他们这帮人每次都这样。刚在公司跟董小鹏聊天，总觉得哪不太对劲儿。你现在就去查一下。知道了。叶东烈，你好。我是 DR 传播的魏哲，我带着董小鹏来给你道歉了。出去。叶东烈，董小鹏是真心实意来给你道歉的。我不接受，他道歉我不接受，你叫他出去。咱们冷静点行吗？你看，叔叔还在这躺着呢，咱们在叔叔面前这么大吵大嚷的，也不太合适吧？